就在前几天，2022年7月8号，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街头的一个助选演讲活动中，被一个人从后面连开2枪，刺杀倒在了日本的街头。到现在啊，这个事儿已经过去10天了，很多事儿呢也相对比较清晰了，所以这期我们来客观的分析一下。几句话先简单的复盘一下这个事儿的经过。日本前一阵选举季嘛，安倍晋三呢作为自民党的大佬，就一站一站的在日本全国给自己党派的议员去助选站台，挺忙的啊，一天得跑好几个地方。8号那一站正好是奈良，原计划是在奈良街头演讲，说完了赶快1个小时之后京都还有一场。结果在奈良这边上午11点半左右，安倍刚接过这个麦克风，说了没几句，一个叫山上彻也的原自卫队的军官就走到他身后差不多3米的距离，拿出一把自制的散弹枪，就直接开了一枪，一声巨响啊，就跟过年放炮似的。但因为是他自制的枪，这质量可能不太过关，其实第一枪没打着。当时安倍旁边的候选议员、工作人员、安保人员都没反应过来，一枪响过去，所有人第一反应是回头看，估计可能还以为是有什么汽车爆胎之类的呢。转过身来才看见一个人拿着枪呢，这时候已经隔了差不多有2秒钟了。旁边一个安保赶快往前冲，举起那个防弹的包，想挡在安倍前面。可惜晚了一步，第2枪响了。日本这个有史以来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也是当选时最年轻的首相安倍晋三，就这么直接倒下去了。现场是一片混乱，抓凶手的、叫救护车的，还有在人群里边找医护人员的。一直到了50分钟以后，12点20左右，安倍才被送到了奈良当地的急救医院。我看后来的急救记录啊，其实中枪之后3分钟，这人就已经没有心跳和呼吸了。离日本死亡判定的3要素，心脏停止、呼吸停止、瞳孔扩散，还差最后这一项。但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有一个比例是可以抢救回来的，所以这边医护人员也没放弃，一直看能不能有奇迹发生。另一边呢，安倍的夫人安倍昭惠那会儿还在500公里以外的东京呢。早上和老公吃完早饭，看着他出门，这还没几个小时呢，忽然接到这么个消息，赶紧赶过去吧。这会儿差不多已经12点半了，从东京出发去奈良。因为已经不是首相了嘛，所以这些什么直升飞机之类的特权都没有，只能是先坐新干线坐到京都，再换乘电车去奈良。总之吧，一直折腾到下午4点半才赶到医院。这边这个安倍晋三终于坚持到了自己老婆赶过来，在下午5点03分的时候，这位可能是日本近代最了不起的总理大臣就这么去世了。抛开所有的感情因素不谈啊，咱们客观分析一下这件事。首先第一个问题，谁的锅？或者说为什么会这样？凶手的事儿咱们放最后谈。我想先说，这可能安倍自己在意识上就不认为会出这种事儿。在他那会儿还是首相的时候，有一次国会辩论嘛，一个女议员就提出过这种事，说总理你不要到处那么随便的走，什么随便的去看电影、打高尔夫、接触民众，你就老老实实住在你的首相官邸里边。现在你的行程给安保的压力太大了，这个世界恐怖主义正在抬头，你得顾全大局，等等等，说半天。安倍走上台就跟他说你这个意见虽然很讨厌，但是我认可你的努力，不过我要明确告诉你，日本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没问题的。他旁边那些阁僚啊，还跟着一块哄笑，好像听了一个什么笑话一样。その努力は認めますよ。しかしですね、はっきり申し上げて、日本というのはですね、こういう脅かしにあったとしても安全な国なんですよ。就是完全不认为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里能出事儿。不光是他了，他遗体后来运回东京，很多人都去吊唁嘛。
我看那个小泉纯一郎坐车路过这个记者集中拍摄的地方，过来还专门摇下车窗，探出头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再往前开。你别说首相了，日本天皇外出的时候，旁边有老百姓也是一样，摇下窗户跟大家打招呼，都是相信这个国家是很安全的，不会有危险。所以当事人就是这么个安全的意识。那他随身的安保人员怎么样呢？我估计也差不多。当天现场的安保其实是两拨人马，一波是奈良当地的警察，日本的警察可随身配真枪的，还有一波是安倍的贴身安保，其中就包括了那个著名的能一个打10个，把枪只要0.2秒就能射击的那个美女保镖。可就这样的安保力量，居然给凶手开完第一枪之后还留了差不多2秒钟，完全没有任何反应。所以说可能真的是这个国家呀承平日久，谁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儿。日本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法律上承认暴力团，也就是黑社会的国家，而且1个多亿的人口，就这样一个国家，去年1年的枪击案一共只有10起，死了1个人。而且越是竞选的时候，这些候选人和大众越要零距离接触。政治圈有这么个说法，就是候选人和选民握手的数量就是他最终得票的数量。甚至原来还有日本人啊想过来跟议员握手，结果被警察阻拦，后来判这个警察侵犯了公民权利。就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长期以来的这种思维惯性，可能就导致了这些安保第一时间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结果就是本人不在意，安保没准备，那这个凶手在实操环节基本上就没有难度嘛。看目前警方的调查结果，这个凶手就是因为他母亲被一个宗教团体害到破产，而这个宗教团体呢，又经常用一个安倍发祝贺的这样一个视频来忽悠这些信众，可能就像好多的传销组织没事弄出一个什么克林顿之类的名人的这种视频做宣传差不多。反正这个凶手就认为安倍和这个宗教团体一定是有关联的，想报仇。可那个团体的干部又不好杀，找不着人家，也不好动手。还是这个日本的前首相难度比较低，所以干了这么个事儿。确实啊，随便走过去就一枪，一击不中还能2次补枪。总之目前应该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纯属这个人的个人行为。这个事儿啊，怎么说，我估计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疫情3年了，尽管日本它没有封城，也没有什么特别强力的对国民的限制，但是社会整体还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为了稳经济啊，日本政府都快疯了，去年1年光补助金发了77兆日元，相当于4万亿人民币啊，现金大撒币，给个人的，给中小企业的，给餐饮之类的特定行业的，反正就是哪儿受影响了就给哪儿塞钱，包括我们这些住在日本的外国人都能拿得到。但是肯定还是有一部分受影响特别严重的人，生活质量大幅下降，没收入，没亲人，没朋友，不一定是去世了，也可能是关系比较疏远那种，反正就是没人理那种。总之吧，这类人自我感觉在社会上已经找不到存在感，而且跟社会彻底绝缘了。日本称呼这类人专门有个词叫做无敌之人，就是现行的法律和制裁对他已经没用了，他不在乎了。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连死都不怕的人你还有什么办法？这种人一般自杀的占多数，但总有一个比例会产生这样一批戾气十足报复社会的人。就好像去年有2起在日本电车上拿着刀无差别的捅人啊，都是类似可能这种情况，天灾人祸。可能啊，这就算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吧。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凶手，他自己也说了，生活费就到7月份就用完了，可能会判死刑，无所谓的，反正也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刺杀目前看就完全是在这个时代下的一个黑天鹅事件，只是安倍前总理的运气实在是不好。那说到了黑天鹅呢，就要聊聊这个事情的影响了。
我们知道南太平洋上的一个蝴蝶随便扇动一下翅膀，北半球都可能形成一场台风。以安倍晋三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肯定比这个蝴蝶要高出不知道多少级别啊！一个活着的安倍，在日本政坛上肯定是大佬级别，但并不是唯一的大佬。日本政坛左派的、右派的、亲中的、亲美的各派势力，经过常年的角力，形成了一个相对的均衡态势。但是这次安倍的遇刺，一下让这个平衡、这个均势失去了重要的一击，日本政治的稳定一定会被打破。再加上安倍这样的级别在这样一个场合被刺杀，这种死法啊，绝对能让他直接封神啊！他的很多的政治主张本来可能只是众多流派中的一个，现在呢，一下变成总理遗训了。不出意外的话，一定会被各种利用，最终造成一些很重要的变革，比如说修宪。希望吧，他身后的世界能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千万不要过分的被恶意利用，走到一些不好的地方。另外，对于安倍的评价呢，我看网上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啊，其实对于安倍来说，只要是这个事情可以有利于日本的国民，无论是增加大家的福祉还是提高国际地位，他都愿意去试一试。毕竟他是国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嘛。按照郭德纲老师的话说，得对得起衣食父母们的每张票钱。比如说，我看有人说他对中国有好感，因为在他任期内主动让日元贬值，还大幅放宽了日本旅游签证的门槛，国内啊可以随便自由行就能来日本。可依我看啊，就是单纯的希望海外的消费能拉动日本的经济，就这么简单。只要日本的商家能赚到钱，那么我就主动的让出一些东西，做出一个双赢的局面，这样才能更稳固嘛。我估计在安倍看来啊，日本在经济上是个大国，但在和平宪法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政治环境、军事实力完全没法和中美俄匹敌，夹在中间不好过呀。既然国情没有给他一个大国领导从容不迫的底气，那只能是那种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所以他当首相的时候，老远看见普京能一溜小跑的过去跟人家握手，川普那边刚当选美国总统，直接就飞过去跟人打高尔夫去，身段很低，个人形象什么的完全无所谓。他的信条就是叫君子豹变，只要国家能好，领导人就是一个职业演员，需要什么角色马上扮上就能演。所以你看安倍当政那些年，在中美俄这些国家之间左右横跳，还谁都不得罪，挺不容易的。先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再做出应该有的姿态，打不过就加入，先做朋友，等有一天我真的强大了，所有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就像当年的越王勾践，吴国强大呀，打不过那就各种舔，那最后一样成为春秋霸主。而且过去的那些什么卧薪尝胆、忍辱负重，还都成了美谈了。只是可惜呀，日本这边天不假年，安倍就这么走了。最后还想聊一下国内那些兴奋不已的同胞们。其实一开始我没太理解这个事儿的兴奋点在哪儿。一个战后出生的、离您好几公里之外的、被民选上台的外国的前领导人，被一种现代文明社会完全不可容忍的野蛮手段刺杀，这事儿有什么可兴奋的吗？如果说两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也好理解，消耗敌人就是提升自己，问题的不是啊。到目前为止，你看啊，习主席、外交部、驻日的中国大使馆、人民日报等等，我看到的中国主流的声音都是正面评价、慰问、表示哀悼。那么这些个幸灾乐祸的算是怎么回事呢？对国家发出的声音心怀不满，唱反调。我跟他们其中的几个人交流了一下啊，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他跟我说国内这些网友的自嗨你得理解，毕竟有些耻辱是刻在 DNA 里的。哇，这个你听啊，民族大义，掷地有声啊，好像百年耻辱这回一把就得到了洗刷一样。
我跟他说，第一，我不认为这个暗杀能解决你眼前所面对的任何问题，没工作得找，欠房贷得还，家里的老人孩子得养，同理也解决不了国家的任何问题。既然什么都不解决，有什么可高兴的吗？第二，你所谓那些 DNA 耻辱，要克咱就克全套了。比如说啊，某个国家的祖宗抢了咱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什么概念呀？比新疆和西藏加在一起都大，还外加什么当年在东北烧杀奸淫这些各种无恶不作。怎么这样一个国家一被提及就有人叫爹呢？怎么那个领导人一出现就有人开始兴奋的排卵呢？多读点书，尤其是历史书，尤其是真的历史书，这样的人生啊能过得更明白一些。第三，真正想洗刷那些所谓的 DNA 耻辱的话，就要让自己真的变强。这种变强一定是用汗水、血水、泪水堆出来的。如果只用口水变强的话，那叫吹牛。最后一句话，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可能会有各种的无力感，但千万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自己的悲哀。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